好，我们现在身处一个超级动荡的时代，对吧？很多人都在亏钱，但你总会发现，就是有人能在这种混乱中逆势获利。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拆解一下他们背后那套专门为这种混乱市况打造的作战心法。所以说，为什么一遇到市场恐慌，大部分的散户都在亏钱？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源非常简单，就是当市场重返恐惧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被情绪给绑架，然后掉进一些可以说是100%能预测的陷阱里。而这些人性的弱点，刚好就是市场上那些大户、那些主力拿来收割我们这些散户最好用的工具。你可以把这个运作方式想象成一场经过精心设计的情绪云霄飞车。当我们散户在尖叫声中被狠狠甩到谷底的时候，那些大型机构正微笑着在轨道的最低点等着我们，准备把所有东西都收走。大多数投资人的悲剧其实都发生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你看左边是看到账户里的数字一直掉，吓到不行，结果恐慌性卖出，在最低点把手上的筹码亲手交出去，然后再看右边是害怕错过什么大行情，产生所谓的 FOMO， 也就是错失恐惧症，跑去追高，结果成为市场狂欢派对上最后一个接盘的人。这两种行为，我可以跟你说，根本就是稳定亏损的保证书。所以，请你务必记住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你每天在财经新闻上看到的那些资讯，很可能根本不是为了帮你赚钱，搞不好他们是被设计来让你做出错误决策的。主流媒体最会渲染恐惧了，而这种恐惧正是市场主力用来吸收廉价筹码，让你乖乖交出手中资产的最佳武器。那问题来了，我们要怎么跳出这个已经被设定好的陷阱呢？答案其实就是彻底转换你的视角。接下来我们要来学习两种可以说是传奇等级的哲学，它们能让你从一只待宰的猎物进化成一个冷静的猎人。好，第一个哲学叫做社交套利。它的核心概念非常简单，所有重大的趋势永远是先出现在真实世界，然后才会反映在那些冷冰冰的财务报表上。你每天逛街、滑手机的时候看到的、听到的那些观察，就是你领先华尔街最大的资讯优势。第二个哲学就更厉害了，它要你把市场上所有的坏消息都当成一种信号，但注意哦，不是卖出的信号，而是市场主力正在进货的信号。你要把整个市场想象成一盘棋，而你的对手是一个被称为综合人的超级玩家，他会刻意放出坏消息来吓跑你，这样他才能用更低的价格买走你手上的资产。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我不过是个小散户，怎么可能跟那些资源庞大的机构斗呢？先别担心，因为你身上其实拥有他们梦寐以求却永远不可能得到的不公平竞争力。你拥有机构所缺乏的两大致命武器。第一个是速度，你不需要开会，不需要写报告，看到机会就能马上行动，像个敏捷的刺客一样。第二个是洞察力，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一种能看穿市场所有谎言的 X 光眼。而这张投影片就揭示了那个 X 光眼的秘密。你看，市场主力可以用新闻、用谣言来操纵价格，制造假的涨跌，但有一件事他们是永远没办法隐藏的，那就是他们在成交量里面留下了巨大足迹。每一笔真正的买卖都会在成交量上留下一个不可能被抹掉的证据。好了，理论我们讲的差不多了，接下来让我们把这些很强大的哲学整合成一套你明天就能开始使用的乱世作战计划。这就是你的5步做作战指南，你仔细看它的流程哦。第一步，生活雷达，是从你自己的世界里去发现趋势。第二步，情境推演，是为了最坏的状况先做好心理准备。第三步，成交量验证，是用数据去找到主力进场的证据。第四步，
果断行动，是在最佳时机扣下扳机。最后第5步，风险控制，是为你得到的胜利果实盖一座坚固的城堡。你看，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它能让你从被动反应转变为主动出击的猎人。在验证成交量的时候，请你特别留意这3个关键信号。当市场经历了一波恐慌抛售之后，如果出现了价格下跌，但成交量却缩小的2次测试，甚至是跌破支撑后又迅速拉回来的弹簧效应，这几乎就是在跟你大喊，众合人正在偷偷吸筹，他不是在出货。这张投影片上的数字可以说是整个策略的灵魂。0到5，这可能是一位顶尖交易员一整年下来真正出手交易的次数。他在提醒我们，交易不是在比谁按滑鼠按的比较快，而是要像一名狙击手，花99%的时间耐心潜伏，只为了等待你的生活观察和图表上的证据完美共振的那一刻，然后以及必中。而这就是整个策略最核心的画面。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等待，为的就是捕捉到这个超级强大的共振信号。当你左脑的现实观察和你右脑的图表分析两者完美的对齐时，那道光芒就是你应该要投入重兵、果断出击的最佳时机。所以，当你真正掌握了这套框架之后，你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将会从此改变。混乱和恐惧将不再是你的威胁，它们会变成你等待已久的机会。那么，我想问你，当下一次市场恐慌来临的时候，你会选择继续当那个被收割的卖家，还是成为那个在废墟中捡拾黄金的冷静猎人？这个选择权力完全在你手上。